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步入婚姻对不爱的人来说是坟墓，但是对于真爱，也许有另外一层示意。网上结婚后爱情更深的夫妻很多，但是在婚礼现场突然翻脸的更少，甚至本文主人公这样的冤家也很少见。小刘作为一个江西人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毕业后如愿进入到上海某医院实习，3个月后更是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顺利转正，半年后更是成为了优秀师哥的女友，成为医院里让人羡慕的对象。师哥小唐是某科室的主治医生，短短2年就成为科室的优秀人才，二人都是医院里的杰出人才，郎才女貌，很是般配。二人在医院更是形影不离，成名人人羡慕的对象，在一起也很长时间了。小刘趁着放假带小唐回去见父母，刘家二老热情地招待了小唐，对于小唐他们也十分满意，他们很是欣慰，毕竟女儿能有个归宿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二老临别之时还叮嘱他们早点成婚安定下来，二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感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二人都已经回来工作1个月了。小唐对于小刘见父母这件事闭口不提，每当小刘主动问起，小唐就岔开话题，还和小刘说自己父母最近有点忙，没有时间。对于这事，小刘虽然有点奇怪，但是也没有细细盘问，毕竟二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小刘在小唐的提议下，很快同居在一起了。有天，小刘看见小唐神色慌张，打电话看到自己，还到阳台去。在小刘的小学盘问下，小唐才不得已说出实情。原来小唐的父母想让儿子找一个上海土著人结婚，刚刚那通电话就是催着小唐分手。小唐本以为时间一长家里就会接受小刘，不料事情却出乎意料，父母并没有因为自己上作主张而妥协。得知真相的小刘本想分手来维护自己的自尊，不成想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让小刘进退两难。前几天因为自己恶心想吐，小刘就自己去检查了一下。小刘心情复杂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，他不知该么办。为了打消小刘的忧虑，男友保证能说服家人，不知男友如何说服家人。对方的父母答应了他们的婚事，并且提出要将小刘的父母接来商量婚事。不知是二老对孩子的喜爱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小刘都非常激动。丑媳妇总要见公婆，自己的幸福就要来了，岂料自己将会空欢喜一场，矛盾也会越来越大。为了这次见面，小刘和小唐特意订好包厢，父母也被提前接来。看到准女婿的做法，二老也放心了，见面的日子也越来越近。小唐还提前打电话和父母通过气，希望这次一切顺利。结果往往事与愿违，小唐的母亲一到包厢就到处找茬，还用犀利的眼神打量小刘的父母。小刘刚想发作，小唐就笑着打圆场，气氛好不容易有所缓解，小唐母亲便开始发难。我们家小唐也算一表人才，追的人也很多，他喜欢一个外来姑娘，我们认栽，毕竟都怀孕了，我们也不能让你家闺女打掉。不过这种情况，我们家彩礼可要少1半哟。话音刚落，小刘父亲为了孩子面子，不想闹事，只好气愤立场，两家人不欢而散。事情过了好久，小唐才找到小刘解释，孩子的出现让他不知该怎样选择。
更离谱的是，小唐也觉得，既然都有了孩子，彩礼出一半已经很好了。2句话让小刘手脚冰凉。他是怎么喜欢上这样的人渣？小刘想打掉孩子分手，小唐却处处纠缠，甚至宣扬2人之间的事情。生活的焦虑让小刘越来越烦躁，自己下定决心想打掉孩子，却在拿到检查报告时忍不住颤抖。孩子月份大了，打掉会伤害身体。小刘没有办法，只能接受小唐递来的橄榄枝。2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形影不离的恋爱生活。小唐下班后便会接小刘下班，同事们经常调侃小唐是妻管严，他也只是笑笑不说话。但是2人都没有提起2家老人的态度，不知小唐是不是故意掩饰什么。小刘每次问起婚礼问题，小唐只是承诺，却从不行动，这让小刘和小刘父母十分不满。小刘下班后看到小唐母亲在等自己，还不等自己开口，对方就说明来意：我儿子非你不娶，为了他，我们可以让你进门。小刘还没有松一口气，对方就接着说了一句让他近乎崩溃的话语：不过你也别想得到我们家任何东西，按照我们家的意思，你的彩礼必须减半。小刘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对方就已经离去。等反应过来，小刘就让小唐过来接自己。小唐听到自己母亲来找小刘，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关心小刘，而是问小刘事情他同意不。小刘本来只想看看小唐态度，却不想此事小唐竟然提前知道，这让小唐失望至极。但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和父母，小刘还是忍了又忍，安慰自己婚后小唐父母又不和自己住一起，况且小唐婚后对自己好就行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忍让会让对方得寸进尺，甚至还会觉得理所应当。彩礼不是说好6万吗？我父母养我这么大容易吗？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刘得知男友家有私自做主，想将彩礼一降再降，小刘无法忍受，近乎咆哮地质问男友：我妈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不要嫁妆彩礼，我们就少给点。听到男友回答，小刘心中更气愤了。男友仿佛没有一点以前的样子，对自己的关爱也越来越少。是谁变了呢？其实小刘也不是非要彩礼，只不过想要男友家一个态度，结果自己赌错了。原本善解人意的男友也不站自己这方，小刘这次也无法欺骗自己，抱有一丝丝期待。事到如今，小刘也没有心情再揪着彩礼的事情不放，只好顺着男友一家的意思，赶快举办婚礼。不然时间越拖越久，自己的肚子要遮不住了。但是这场婚礼显然不会这么简单。为了安抚小刘男友，这次迅速安排好了婚礼事宜。结果当孩子5个月的时候，小唐家却要推迟婚礼。小唐还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，小刘快要崩溃了。结果推迟婚期的原因只是男友父母想再减彩礼，忍不可忍，小刘直接放狠话，要么不结，要么就不推迟。也许是小刘态度强硬，也许是男友家良心发现，婚期倒是如期举行，但是却乱成了一锅粥。2人婚礼如期举行，即将要举行仪式时，小唐却突然晕倒了。众人赶紧拨打急救电话。婚礼当天出现这样的事，大家只好提前离场。医生，我儿子这是怎么了？病人中毒严重，需要进行心脏复苏。中毒？我儿子怎么会中毒？是不是食物中毒？你们还是让警察来调查吧。小唐的母亲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小刘随二老在病房外等待，小唐还未苏醒，警察就调查出来了真相。当他们逮捕小刘的时候，众人都反应不过来，为啥？为啥？怎么会是他呢？是不是抓错人了？他怎么会上赶着当寡妇？众人议论纷纷，唯有唐母突然扑过来，想打小刘，嘴里还大骂贱人还我儿子。幸好都被警察制止，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审讯室里，小刘交代所有经过。原来唐家人欺负自己一个外嫁女，仗着自己怀有身孕欺负自己，将彩礼一降再降，自己忍不了，冲动之下并注射有毒药品给男友。冲动是魔鬼，小刘将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小刘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。他有错，但是他也是个可怜人呀。小刘坐在审讯室的冷硬椅子上，面对着警察的询问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。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无法挽回，但心中仍旧难以平静。他回想起与小唐的点点滴滴，从最初的相识、相爱，到后来的猜疑、痛苦，直至今日的悲剧，一切仿佛都在梦中。小刘的眼泪无声地滑落，他的声音低沉而颤抖，缓缓地讲述着整个事件的经过。警察们听着，不时交换着复杂的眼神。他们知道，面前这个女子虽然犯了罪，但她的故事却充满了悲剧色彩。在小刘的叙述中，警察了解到了他与小唐之间的爱情，以及他所承受的来自小唐家庭的压力和不公。小刘的心中充满了对小唐的爱恋，但这份爱却在现实面前变得扭曲和痛苦。他无法忍受小唐家庭的一再逼迫和侮辱，最终在愤怒和绝望中做出了极端的选择。审讯结束后，小刘被带到了拘留所，他静静地坐在床边，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。他的内心充满了迷茫和悔恨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错。与此同时，小唐在医院中逐渐苏醒过来，他的父母焦急地守候在他的床边，不断地询问医生关于他的状况。小唐的脸色苍白，但他的意识已经清醒。他感到困惑和痛苦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中毒，也不知道这一切与小刘有何关联。在警察的调查下，小唐的父母逐渐了解到了真相。他们的心情复杂，既有对小刘的愤怒，也有对自己行为的反思。他们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对小刘的逼迫和侮辱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。他们的心情沉重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刘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儿子。小唐的父母决定去拘留所看望小刘。他们在警卫的陪同下走进了小刘所在的房间。小刘看到他们，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绪。他知道自己与小唐的家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亲情和信任。小唐的父母看着小刘，眼中充满了悲伤和失望。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。小刘低着头，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。他感到羞愧和自责。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给小唐和他的家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。小唐的父亲终于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：“小刘，我们知道你和小唐之间的感情，也知道你承受了很多，但是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小刘的眼泪再次涌出，他哽咽着说：“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只是太绝望了，我无法忍受你们一再的逼迫和侮辱，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，保护我的孩子。”小唐的母亲
也流下了眼泪，他的声音带着颤抖：“小刘，我们知道你很难，我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但是我们不能原谅你的行为。小唐是我们的儿子，我们不能看着他受到伤害。我们希望你能真心悔过，希望你能接受法律的惩罚。”小刘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挽回这一切，他只能默默地点头，接受了小唐父母的话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刘在拘留所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。他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每天都在思念着小唐。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无法得到原谅，但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弥补自己的过错。小唐在医院中逐渐康复，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痛苦和迷茫。他无法理解小刘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也无法接受自己曾经深爱的人竟然会伤害自己。他的心情复杂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刘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。小唐的父母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面对现实，必须要接受儿子和小刘之间的悲剧。他们开始尝试着去理解和接纳小刘，尽管这很难，但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刘的案件终于开庭了。法庭上，小刘的律师为他辩护，试图为他争取到一个较轻的判决。小刘的父母也来到了法庭，他们的心情沉重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小刘在法庭上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，向法庭陈述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挽回过去，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最终，法庭根据小刘的犯罪事实和悔罪态度做出了判决。小刘被判处有期徒刑，但他仍然有机会在狱中表现良好，争取到减刑的机会。小刘接受了法庭的判决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他决定在狱中好好表现，争取早日出狱，重新做人。小唐在得知小刘的判决后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自己和小刘之间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，但他仍然希望小刘能够真心悔过，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小唐的父母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接受现实，必须要面对儿子和小刘之间的悲剧。他们开始尝试着去理解和接纳小刘，尽管这很难，但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刘在狱中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，他开始学习新的技能，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。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，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小唐也在努力地走出过去的阴影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他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他必须要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未来。小唐的父母也在努力地支持着儿子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他们必须要坚强地面对现实，坚强地支持儿子。最终，小刘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得到了减刑的机会。他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，重新回到了社会。他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，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过去的过错，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。小唐也在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未来。他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的可能性，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小唐的父母也在努力地支持着儿子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他们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支持儿子，
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小刘和小唐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，但他们的经历也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。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开始思考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他们知道，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才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